我一看这个字，脑子里就能反映出这个字有多少画。怎么可能？今天我是来接受挑战的。这个挑战比去年难多了。挑战失败者将从平台上掉落。这个太难了。用无人机把篮球投进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篮筐里。3季以来最大型、最具分量的挑战。砥砺前行，自强不息，挑战不可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励志挑战节目《挑战不可能》第3季。锐意前行，皆由我定。挑战不可能由全方位领先7座 SUV 长安福特2018款锐界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海尔智慧家庭挑战不可能家的新可能赞助播出。挑战不可能，年轻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感谢本节目指定饮品东鹏特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黄金珠宝国民品牌金一提供赞助，有喜事选金一。本节目互动奖品由精选海拔3000米有机青稞酿造的天有德青稞酒赞助。打开微信摇一摇，积攒挑战勋章，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哇，是个小姑娘。小撒哥哥好，你好，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叫赵苑彤，今年11岁了，来自河北省任丘市第6实验小学，现在在上6年级。你是要挑战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我今天来挑战的项目是辨别汉字的速度极限。啊？辨别汉字是认字的多少，还是认？是看这个字有多少笔画。认笔画。你现在告诉我，董卿的董是几画？12画。哇！你是之前知道的吗？还是马上就？来，观众姓什么？随便报一个。观众姓什么？李。李是7画。7画。经常的常。经常长11画。撒。啊？撒贝宁的撒。撒。哪个撒？他不知道撒贝宁的撒怎么写。就是撒花的撒，撒花的撒。哎，我给你15画。举手旁。15画。我还真不知道我的撒是这画。你是现场用算的，还是你背起来了？我没有背过，我感觉我一看这个字就能脑子里就能反映出这个字有多少画。怎么可能？接下来看一看小苑彤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关于汉字笔画的辨识速度极限的挑战，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上道具。挑战规则：现场准备了一个万字书卷台，共摆放了500卷书卷，每一卷字数在140到300字之间。评委将随机挑选1卷书卷，然后由书法家誊抄在题板上。书卷中的总字数即为挑战时间，1个字1秒。挑战开始后，挑战者需在规定时间内写出每一个汉字的笔画数，并且正确率达到99%，即为挑战成功。按照错误率1%计算，在140到199字之间的书卷，挑战者只能错1个字，挑战者只有1次挑战机会。这规则还是非常严厉的，1个字只给1秒，所以我们掌声祝我们的小姑娘挑战能够成功。先到备战区，稍事准备。我们先要给你戴上眼罩和耳机啊，然后我们要出题了。出题的过程不能让你知道。我们有请董卿评委来代表4位评委，从这个万字书卷台上挑选1卷书卷。所有的这些加起来是14万字的汉字，分散在500多个书卷。我找好了。董卿评委，请
给大家展示一下您所挑选的这个书卷。我是随机挑了其中的一首《饮中八仙歌》，杜甫的一首诗，相对来讲字数不是很多，难度也适中。谢谢董卿评委。今天我们的挑战还专门请到了2位专家来为我们助阵，让我们掌声有请赵继芳博士和辜小健教授。赵继芳，中国书法杂志副主编；朱小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我要告诉大家，朱教授是汉字标准字典的副主编。朱老师是这方面的权威的专家，所以稍后董卿评委选出来的那段文字的每一个字的笔画由您来最终确认，一个标准数字，而挑战者给出的笔画必须要和我们的朱老师给出的笔画相同，才算正确答案。首先要有请赵博士将刚才董卿评委选择的那个书卷的内容进行誊抄。谢谢2位。中国汉字的结构非常复杂，书写时的笔顺是固定的，如果笔顺错了，很有可能会影响到笔画的计算。笔画跟笔顺呢，往往是连在一起的。要先写哪一笔，后写哪一笔，有可能笔画数是不一样的。我在书写的过程中，要把字写得很规范，要写简体字，让这个小选手看得清楚。为了使挑战更加严谨，我们特意将作品誊抄在题板上，以保证笔顺的正确性。再由语言文字专家写出准确的对应笔画数，以用来核实之后挑战者的成绩。掌声送给辛苦赵博士，送给朱教授。朱教授，最终您确认这上面的字数总字数是多少个字？诗加上它的标题，加上它的朝代和作者名，一共是163字。按照我们的标准，只能错一个。163字，我们给他的挑战时长就是163秒。谢谢，谢谢朱教授，谢谢赵博士，再次把掌声送给2位，辛苦2位了。接下来有请挑战助理，首先上台来帮我们遮盖掉无效的区域。现场将写好的文字和标准答案进行遮盖，以免挑战者在挑战开始前看到文字，提前计算笔画，而标准答案将在挑战结束后再打开用来验证。答题板、倒计时都已经安排就绪，有请挑战助理为我们挑战者摘下耳机和眼罩。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回到挑战区域。姚云彤，你坐在那儿那么半天，你大概能感觉到会是多长的一篇文章200多。200多，没到。今天你要挑战的字数是163个汉字。做好准备了吗？做好了。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者上挑战位。加油！我宣布，挑战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好，倒计时开始了。哇！天哪！哇！哇！哇！哎，有看清楚那是什么字儿吗？他的速度太快了，好快的身手啊！这有点匪夷所思感觉。
等到他真正展示出来，我才知道那个叫快的不可思议。我感觉他看第一个字写树木的时候，他已经在看第二个字了。孙老师认字比较早，从1岁多开始认字，所以感觉会对汉字比较熟悉。在我1年级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可以把别人写出来的汉字笔画数说出来。反正我是不敢想到，不可能说我看一个字你几画我就说出来，反正我是做不到。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年纪有关系，很多记忆的开发啊，包括智力，它都是越年轻越好。哎呀，董卿随机挑选的一首古诗词，163个字，163秒的挑战时间，挑战者需要在163秒内写出每一个字对应的笔画数，并且正确率要达到99%。赵苑彤能挑战成功吗？你就算用背的也背不出来。笔画数算对他来讲不是一种视觉的反应，它是他脑部的图像，这些字可能都印在脑子里，然后再利用他的方式去分解计算。还有1分钟。估计他写完还可以检查一下啊。绰绰有余，还有40秒。主持人，我想了，主持人，我想了。漂亮！结束了。不用复查了吗？我们163秒，他才用了130秒不到，129秒。129秒，哇！且不论他对还是不对，这个速度已经足够震惊我们了。惊人的。接下来就验证一下吧，看看苑彤能否达到我们的挑战标准。有请挑战助理来到场上，和我们一起进行最后的验证。163秒的挑战时间，99%的正确率要求，而且163个字，每一个字的书写笔顺各不相同，笔画的计算也不一样。赵苑彤能挑战成功吗？我来开始验证第一排，请开始揭晓。774422哇551410哇88。等一会儿我，你怎么嗓子都哑了？不是我有点脑子有点晕了，开始看的多了以后，66，第一排全部正确。第二排开始334488，14，15，14，99，66，40，99，55，99，44，66，99，第二排全部正确。哇，不可能啊，这简直！这种才是真本领啊！第三排，10，77，66，66，33，77，88，55，55，10，55，88，88，
33、14、99、99、44、66、99、12、55，第一版全部正确。来，开始，11、11、88、44、11、11、66、55、99、99、4、9、7、10。哎，对，我念一个不就完了吗？4、10、10、7，我刚反应过来，9、15、4、8、10、9、12，正确。7、5、1、4、8、6、15、4、6、5、3、10、10、10、4、3、8、7、4、3、11、6、10、6、9，正确。还有1排半啊，来走，10、4、5、7、6、3、8，哎呦这个，哎呦这个刚才之前是不是差点写错？8、9、5、6、11、12、21、8、4、9、9、11、12、7、6、4、10、12，完全正确。最后半行开始，12不着急啊，12、4、4、4、8、12、10、10、12、16、11、6啊6。那个4可能是我写的比较潦草，然后写错了。我担心到了时间以后，我还没有写完那个笔画数，所以速度加快了一些，导致了4字错误。在验证到倒数第2个字的时候，笔画数出现了错误。如果最后一个字的笔画数还出错的话，本次挑战就将宣告失败。最后一个，验。哎呀，苑彤太快了，你还多了30多秒，你没有去复查的习惯啊。最后倒数第2个是我写的比较潦草，可能写错了。那个4肯定你毫无疑问你肯定是会对的，但是因为你的速度太快了，到后面他的手可能已经不受控制了，就应该是笔误了。很遗憾，挑战失败。等一下，照科学家的眼光来看，你对他不公平。你说99%嘛？对呀。100就是99错1个字嘛，150应该算2个字，应该给他2个。我们现在立刻算，我们的要求是准确率99%，163乘以99%。它应该是161.37个字，45入应该
对161个字就可以了。按照我们的规则，99%准确率的话，应该是可以通过。我觉得我们4位评审可以表决，我们4个人当中有3个人如果同意说挑战成功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算他挑战成功了。认为岳彤这一次挑战成功的，请举手。谢谢。我宣布挑战成功。谢谢啊。他笑了。最后2个字的时候，他在我耳边一直感觉就像我是他班主任似的，在我耳边一直说，可能是我手一抖写失误了，一个劲儿的跟我解释。他因为他真的知道，他完全不应该错在这2个字上，尤其是那个4，你要说最后一个字稍微复杂一点，一下子慌神有可能，但是在这个4这个数字上应该是不会错。但是不管怎么说，根据规则，我认为4位评审你们的决定完全正确。小妹妹，你怎么发现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能力的？在我1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和我聊起一个电视节目，里面有一个也会这样技能的一个阿姨，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也会，然后就跟我妈妈说。起初我妈妈先不信，就问我新闻联播上面的字，我全答对了，她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小学1年级，对吗？这个就是天赋异禀啊！你看，从今天的这次挑战当中，你发现了自己有什么小问题吗？有的时候写的不够认真，在那些比较简单的字上会出错。着急了，对吧？以后考试的时候更细心一点，你可能就能拿满分啦。一个女孩子对汉字的笔画能够如此的胸有成竹，其实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字像汉字这样历史悠久、历经沧桑，但青春永驻，真的很美。每一个字，它的结构方方正正，那是一种风骨；它的内容和含义，那是一种智慧。也希望你能够通过对笔画的这种兴趣，未来真正的能够成为你学习汉字、学习汉语的一种工具，去传播传承中华最优秀的传统文化。所以对苑彤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我们的回答是能。耶！有请苑彤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中国汉字一笔一画都蕴含了深刻的意义，它不仅是一种符号，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载体。11岁的赵苑彤，天赋异禀的能力，完成了辨认笔画极限速度的挑战。对汉字的热爱，也让他在学习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让我们欢迎赵苑彤进入荣誉殿堂。拿出手机摇一摇，参与节目互动，积攒挑战勋章，一大波奖品等你来拿。本节目互动奖品由精选海拔3000米有机青稞酿造的天有德青稞酒赞助。打开微信摇一摇，积攒挑战勋章，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现场，就应该知道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挑战项目跟篮球有关。而且我也知道，在我们的4位评委当中，有一位评委据说是被游泳运动耽误了的篮球名将。而且在去年有一场篮球名人赛上，我曾经看见过他独得22分，拿了10几个篮板，然后还盖了对方2个火锅帽。当然，对方那个队员可能也就1米6几。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吧？所以作为一个篮球爱好者啊，在今天这个挑战项目开始之前，我诚挚的邀请孙杨评委到场上，我们来小试一下，好不好？来，哎，我个人认为，既然你是评委，你先来，好吧？你先来。
每个人投进2个球啊，从投进那个开始算，咱们可以休息半个小时。现在。好，第一个很接近，挨着框了。我们算算孙杨投进之前，第2个连框都没挨着。加油！最后是啦啦队，进了，对，进了，进了。一个，哎呦！你投了4个，进了2个。对对对，该我了。来，2个球啊。对。哎呦，哎，哎呦，哎。哎呦，哎。一个。加油，加油！比赛结束，完全没有任何悬念。我如果再投下去，我要是进了，他多尴尬，对，是不是？所以，对，作为主持人，我必须考虑场面，所以打平。双方打平，我们一起跳起来，这样，好，1、2、3。他不是科比，他是蝌蚪啊！这就叫鸡蛋碰石头。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比赛的不是跟我，不是跟你打篮球吗？有一个高手，比你还高的高手。哪个高手？来，我们请高手上场。他的身高会吓你一跳。高吧？怎么样？孙杨，你也得抬头看他吧？对，我得。这是一架可以完成投篮动作的无人机。这么准了？哇！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这位挑战者是刚才的无人机背后的操纵者。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幕后神投手出场。哇，你好，欢迎你。我叫张旭胜，今年22岁，我是一名来自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无人机运用工程专业的大4学生。欢迎张旭胜。你的专业就是无人机工程是吗？是的。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呢？无人机的维修和保障，以及操作，是我们有设计过无人机，我们参加了很多年的全国大学生航模比赛，里面各个项目的无人机都是我们自主设计的。这一项技术有没有运用到我们现实的这么一个训练和工作当中？可以说呢，无人机的应用确实已经是非常广泛了。首先在军事方面，无人机在我们战场的侦察、物资投送以及定点清除方面，都有着其他作战手段所不能代替的优势。在民用方面呢，无人机也有非常抢眼的表现。比如说在前不久，九寨沟地震当中，就有我们的无人机向救灾区运送救援物资这样的救援形式。今天你到这里来是要挑战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我今天所要挑战的项目是用我的无人机抓取篮球，
在20米的高空进行投篮。哦。 20米，一般的楼层高是3米，所以相当于7层楼的高度。在7层楼的高度看一个篮筐，大概是什么感觉？就是一个指甲盖大小。所以你要在那么一个高度把篮球投进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篮筐里，用无人机的操纵去完成。是。你对于今天的挑战有信心吗？有信心。但是由于现场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让他的无人机在20米的高空完成挑战，所以我们专门在场外设置了挑战区域。接下来，我有请我们4位评委和我们的观众一起到场外见证挑战。挑战规则：挑战者操控无人机，依次抓取放置在场内的5个篮球，飞行至20米的高空，并将篮球投入地面的篮筐。5个球命中4个，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只有1次挑战机会。对于挑战者来讲，在夜间完全漆黑的状态下，他要完全凭借自己的视觉来操纵无人机，并且完成精准投篮，而且是在20米的高空，听起来几乎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其实这个挑战项目，我觉得其实给的次数还是有一点少，而且他没有热身的机会，就上来就是直接挑战，对他来说压力非常的大。接下来我要问一下，张旭胜，你做好准备了吗？好，接下来我宣布，张旭胜挑战正式开始。好，张旭胜已经操纵他的无人机飞向摆放着5颗篮球的立柱。今天风很大，今天的风非常大。会影响到他的发挥吗？我觉得晚上会跟白天会差很多发挥，所以这才叫挑战不可能。高度，他旁边的这位助理呢是专门为他来测定这个无人机高度的。目前的高度15，高度15。张旭胜的助手报出了目前的高度20，已经达到了标准高度。就要看张旭胜能否在短时间内克服风力的干扰。在没有监视器、没有摄像头的情况下，仅靠肉眼在飞机跟篮筐之间进行2点瞄准。如果我的飞机在视野里出现几毫米的误差，篮球砸下来就会出现几米这样的误差。再一个，这个风向也是需要克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再加上这个夜场和夜光的影响，对我们干扰可以说非常大。我觉得不光是球会飘，这个无人机在上面风吹了也会飘在动。外面的风比较大，首先我们先不说球会不会飘，那么这个无人机它毕竟不是一个大型那种飞机，它在空中会有摇晃，那么这个对它来找这个准确点就会有难度。第1颗球成功，太棒了，掌声送给你们！漂亮，这么准了，非常的精准，令人毛骨悚然。怎么能看出来他对准了下面的篮球？这就完全靠他的经验。目测，对。我原本以为在他的无人机上会有一个镜头，他可以从屏幕来看，没有。高度10，现在高度15，高度还在上升。
高度20。他大概在要用三角形在算，所以他完全要凭借经验。现在时间过去了1分多钟。有了第一球的经验之后，张旭胜现在不着急，在慢慢调整。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的天！哇，太厉害了！真是不可思议。张旭胜现在调整一下心情，继续进行他的第3颗篮球的尝试。高度10，高度15，高度20。到了空中，它是要有一个左右和上下的控制。张旭胜的这一次尝试用去了1分钟。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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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了。第3个球进了，确实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是压力还是依旧存在的，后面的2个球依旧不能失误，才能完成这类挑战。高度10，高度15。高度20。哎呀，非常的遗憾，第4个球距离篮筐还是有一定的误差。说实话，投下来差得非常远，自己心里也咯噔一下。之前也没有多少训练，今天又碰上这大风，可以说各种环境因素都是不利于这次挑战的。我觉得难度还是非常大的。他的高度跟风速没有算好，篮球稍微偏了一点，就不容易投进。加油！加油！加油！第4颗球，因为张旭胜没能及时掌握高空风速的变化，导致投篮没能成功。在20米的高空看球框只有指甲盖那么大，而且篮球在下落过程中还会受到风速的影响，稍有偏差都会导致篮球无法进框。现在还剩下最后1个球的机会了，张旭胜能挑战成功吗？也许我们这一球见证的就是今晚的挑战成功。高度10，高度15，高度20。最后1个球，我相信可能大家很多人不敢去看，因为关键他能否成功这个挑战。说实话，心跳真的有在加速，身上鸡皮疙瘩起。加油！加油！加油！精准定位，精准投放。他又一次
他又一次。恭喜张旭胜，挑战成功。首先要祝贺张旭胜同学。我很好奇的是，当时我们看到你其实距离那个篮球架有差不多20米的距离，是。然后你的无人机距离这个篮筐又是20米的距离，你怎么去寻找那个定位？首先，在左右方向上，我就是在篮球框正前方，去寻找它的左右位置。至于它前后位置呢，这个确实不是很好瞄准。在我1个多月的训练当中，也是逐渐总结出来一个方法，就是通过我在最左边和最右边2个地方进行一个视线的交叉，来寻找这个飞机的前后位置，最终达到这个飞机的定位。那我们国家现在无人机的水平在世界上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国是无人机生产的第1大国，生产的无人机在全球范围内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像我这次来参加挑战不可能，我觉得挑战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追求，更是我们对作战技术和技能的一种极致的考验。作为部队无人机专业的一名新兵，我希望我能在未来的战场上运用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胜利。虽然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但我们一定会不辱使命。今天我们很高兴看到张旭胜作为国防新一代的代表，你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敢于去挑战、敢于去拼搏的那种精神，也让我们相信未来我们在科技化、现代化的一种战争当中，同样有取得胜利的可能。所以今天对于张旭胜能否进入荣誉殿堂，我的答案是能。谢谢。我们有请张旭胜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这次挑战确实是完成了，但我的无人机生涯才刚刚开始，我希望以这次挑战为起点为契机，在未来的工作当中，为中国的无人机事业更添一份力量，继续完成更多的挑战。拿出手机摇一摇，参与节目互动，积攒挑战勋章，一大波奖品等你来拿。本节目互动奖品由精选海拔3000米有机青稞酿造的天有德青稞酒赞助。打开微信摇一摇，积攒挑战勋章，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有科学家曾经说过，人类文明能够飞速发展，人类的社会能够突然提高效率、统一进步，有一个很关键的发明，就是人类对时间的掌握。但是随着我们对于机械和电子钟表越来越依赖，人类的生物钟自己究竟还能掌控到什么程度呢？接下来这个挑战就与此有关。首先我们来分个组，我董卿、庾澄庆、孙杨，我们4个人分成2组，2个人在下面参加时间挑战，2个人在上面。李博士出题。好，我出题。一旦要是我们的队友没有拍准，在上面的那个人就会掉下来，好不好？好，我们玩一个彼此信任、彼此默契的挑战。我跟董卿一组，来吧，来。如果正负1秒，算成功。不要紧张啊 ，OK。38秒，38秒，各就各位，3、2、1，开始。我突然觉得我把命交给了董卿。
同事之间，人生一场，有过这样的经历，死而无憾，我腿抖，我真的想害怕呀！我天，这太害怕了，这个好害怕。哎，我有点发抖哎。我也抖。OK。谢谢董卿。你相信我嘛？董卿，你知道几秒吗？你知道吗？什么玩意儿啊？你站回去，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好刺激啊！快起，快起，快起！谢谢董卿，从今天起，谢谢韩哥，在我的最信任的名单上，你已经不见了。谢谢4位评委，谢谢你们。当然，刚才我们是一个游戏性质的一个挑战前的互动和热身，稍后要进行的挑战就真的要严格多了啊！接下来，掌声有请文心宇。哇，2年的时间，一下子长大多了。上次来的时候，2年前感觉还是个小孩子。大家好，我叫文心宇，今年15岁，来自贵州遵义。我当时记忆很深刻，是文心宇告诉我说，因为他对时间的精准计算，所以平时在利用时间上面，他要优过他的同学。对，他很会安排时间。今天跟我们带来什么新的挑战啊？其实今天我是来接受挑战的。哦，接受挑战。对，并且这一次的挑战难度相比上一次升级了很多。哦。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文心宇的挑战者上场。我也想看看这个挑战者是何方神圣哇！也是一个小朋友。小朋友。小伙子。大家好，我叫许一鸣，今年13岁了，来自山东济南。山东小伙。哎，你说他这个少年哈，跟中年也差不多高都。你都把人家摔下来了，你还要说这种话？今天2个少年，他们要共同挑战的是对时间的极致的精准掌握。请听我们今天人体生物钟挑战升级的挑战规则。在规定的180秒时间内，4位评委每人随机选定一个秒数作为题目，共计4个时间点。我们将现场制作180秒的时间素材，并在评委选定的4个时间节点内加入提示音。选手需要精准地辨别4个提示音相对应的时间秒数，4个秒数答对3个即为挑战成功，而且正确率高的那一个将胜出。挑战失败者将接受惩罚，从平台上掉落。这一次的挑战难度相对上一次来说有升级了很多。其次呢，有了一个来向我发起挑战的人，心理压力会更大一些。180秒之内，他要用自己的感觉决定4个数字在哪里，所以这个挑战比去年难多了。接下来，请挑战助理为评委发题板。有请2位挑战者进入备战区，请挑战助理为他们戴上耳机和眼罩。4位评委在1到180秒的范围内，任意选择一个秒数，写在题板上，你们随机写，写完之后你们大概看一下，别重合就行。请亮出各位的题目。
有请工作人员将这4个时间点嵌入到180秒的系统之内。工作人员将根据4位评委所写的时间，在180秒的计时程序中，在对应的时间点位加入提示音。稍后的挑战过程中，挑战者要根据听到的提示音，准确计算出对应的4个时间。现场我们视频已经处理完毕，请挑战助理为选手摘下耳机和眼罩。现场有一个难度，我刚才没有告诉各位，他们不是在平地上来进行挑战，他们是要站到高台上，所以脚下的这种不安定感，这种未知感，会不会给他们的心理带来扰动？就像我和孙杨刚才站在上面，两腿发软的那种感觉，完全会扰乱心理状态。他是在一个高台上面，说实话，应该是存在心里有恐惧，因为这正常是个人的心理。在高台上面的时候，其实还是蛮紧张的。从高处往下一看，有一点紧张嘛。接下来我宣布，挑战开始，加油！在这里面有4个时间点，数秒的过程中还要去记住每一个数字出现的时候它是哪个数字，所以说这又是一个挑战难度的升级。他不知道是什么数字，等到那个声音响的时候，可能影响到他的心理。人体生物中的计时方式需要挑战者在心理上找到一个节奏去计算时间。然而，站在3米的高台上，正常人多少都会有些紧张，从而影响计时的节奏。而且，不知道在什么时间点会突然冒出的提示音，也会对挑战者的心理节奏造成一定的影响。面对这些外部环境带来的困难，2位年轻的挑战者能挑战成功吗？超过100，数字越多的话，它误差会越多。好，时间到，第一次180秒播放完毕。接下来2位确认你们各自的答案，稍后我们将进行答案的验证。我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规则，2位挑战者必须答对4个时间节点当中的3个才算挑战成功。验证答案的时候出现第2次错误，他就要从高台掉落。如果我的时间点就出现了卡在2个数字中间的话，我一般会选择靠后的时间点。在我的节奏里面，我一般都是快了一些。我感觉我已经做到最好了，我记得是都差不多的。2位能够确定答案了吗？可以了。好，首先我们来验证挑战者许一鸣的答案。第一个61秒，请看许一鸣第一个答案。61，正确。天哪！接下来我们来看文星宇，第一个答案是59，非常遗憾，文星宇差了2秒，这是他第一个错误的答案。如果再有一个，他的挑战就终止了。这样的话就很悬，很悬。
第一个时间点错了的话，后面基本上也就会出现错误的情况。来看第二个时间点，87秒。徐一鸣第二个答案。89，许一鸣第二个答案出现了失误。来看一下文星宇，第二个答案是不是87？只要出现第二次错误，他就要从高台掉落。86啊，差1秒。哇！哎呀！哇！哎呀！谢谢文星宇。今天的挑战确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徐一鸣，现在你还剩2个答案，你只有后面2个答案全对，才有可能完成挑战，否则也要接受高台的惩罚。请看第3个答案，李昌钰博士给出的时间点是123秒。许一鸣的答案是哎呦，哎呦，这个比较可怕的感觉。2个高手，文星宇是1个都没对，徐一鸣对了第1个，所以我也说了嘛，一旦超过1分钟，这个难度就不断的在增加，越往后误差越大，越往后误差越大。小涛老师，小涛老师。对，因为这个挑战很难。刚刚我们试过了，站在上面，对心理还有对就是腿部的控制会有很大影响，因为你肯定会想到我什么时候会掉下去，脑子里会分心。那么如果这个时间他一开始他就错了，那么他后面就错了。那这样好不好？我们再给2个孩子1次机会。刚才那下我们就算给他们一个热身的机会。接下来挑战正式开始，有请2位进入挑战备战区。您好，主持人，我想。就是能够帮我播一个正确的时间的视频吗？就是我想把正确的时间找一次节奏和我的节奏对应。现场我们的视频就按照原始素材播放一次，2位看着大屏幕找一找这个我们现场系统的节奏。我想找一下节奏，因为我在第1次的挑战中有2次数据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问题肯定就是因为我的节奏错了，所以说我想去把正确的节奏和我的节奏对应一下。你们现在可以出题了，但是别商量，别出声。由于受到现场环境的影响，以及3米高台带来的恐惧心理，第1次的挑战没能成功。2位挑战者重新调整了状态，并且通过与现场计时的对比，去调整自己的心理节奏，为第2次挑战做准备。4位评委，请亮出你们各自的题板。好，4位的时间点请记录下来。现在有请我们现场的视频人员将4个时间点嵌入到我们的180秒素材中。接下来我们有请2位做好准备，再上高台。2位挑战者，第2次挑战开始。加油！加油！加油！第1次他们失误了，应该先给他看一看计时的，他脑筋里边就有一个印象，180秒是什么？任何东西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很好掌握气息，包括这个节奏，因为你这个算的时候，这个气息啊各方面还是挺重要的，一定不可以有失误。在挑战的时候闭着眼睛，希望自己能够
专心下来，不受外界的干扰，会让我没有那么紧张。时间到，180秒，两位确定各自的答案。主持人，我已作答完毕。好的，谢谢文星宇。主持人，我已作答完毕。来，我们开始进行验证。首先还是从许一鸣开始，第一个66秒。请看许一鸣第一个答案。哦，76吗？76，第一个数字就差出10秒，不太可能啊。应该是笔误吧。根据挑战规则，4个数字必须对3个，而许一鸣第一个数就错了，所以如果他第2个数再错了，那么就将直接宣布他的挑战失败。来看文星宇第一个答案。66，回答正确。现在看到一个对的，大家都很兴奋呐。但别忘了，我们要求的是4个里面要对3个呀。来看第2个，91秒。他不会101了吧？看看你的第2个答案是91，哇，91，哇！这就证明他第一个真的是一个笔误，他可能刚才输入答案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写了个76。来看文星宇第2个答案是对了，91。好，来看第3个时间节点，143秒。第2个对了，就证明他后面还是有希望的。我觉得一鸣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但是数字肯定是越到后面就是难度越大。143。哇！来看文星宇能否在这个数字直接让我宣布他挑战成功，揭晓第3个。143。文星宇挑战成功。不着急，不着急啊！许一鸣仍然也有机会，请孙杨评委亮题板。啊，还搞得这么有悬念。这161，161秒。我觉得从他的表情看，好像还有希望哎。许一鸣挑战成功。哎，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宣布他挑战成功有点早，因为我们的规则是准确率高的那一个获胜。胜不胜
是另外胜不胜是另外一回事。挑战成功，按照规则来讲，2位都已经挑战成功了。但是既然他们今天是来打擂的，是来徐一鸣是来挑战文星宇的，我们就要看挑战者赢还是守擂者赢。请揭晓文星宇的最后一个答案。哇，差了1秒，160，不分胜负，一个在第一个错了，一个在最后一个错了。掌声送给2位挑战者，都挑战成功了。有的时候命运就是这样奇特，在刚才这一轮挑战中，尽管2位都挑战成功，但是徐一鸣完全是有机会4个全对的，因为我相信他的说法，第一个76秒是个笔误，不可能差出10秒，最后还能全对，他一定是写错了，输入的时候手一抖，输错了。但是命运就是开了这个小小的玩笑，让2个人在今天没能决出最终的胜负。看似如此艰难的挑战，他们经过调整，在现场真的再一次突破了我们设置的障碍和极限。祝贺2位挑战成功。能否进入荣誉殿堂？答案在4位评委手中。接下来我把2个年轻人留给4位评委，我在荣誉殿堂等着你们，祝你们好运。好。你们觉得经过这个练习，对你们的个性或者学习有任何帮助吗？其实，在练习这个的时候呢，需要心非常的静，不能受任何的干扰。所以说，我在回到学校以后，学习的时候，就是不会轻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就会专注于自己的事情。我是以前写作业的时候经常就是拖延，但是呢，我自从发现我自己能这么精准的计时以后，然后我每当想拖延的时候，都会就是心里就读起秒来了，然后感到时间就是这么飞快的流逝，我就不敢拖延了。在你们2位身上，让我们大家还有在座的都看到了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但是呢，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舞台是挑战不可能，就是赛场，你们还很年轻，未来还有很长的路。我希望你们可以回去加紧的练习，希望明年继续再回到这个舞台上面，给我们绽放更加惊人的能力。所以今天对于你们是否能进入荣誉殿堂，很抱歉，我只能说，谢谢。今天你们2个表现都很好，能够计时的人，能够懂得利用时间的人，他就有高效率，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们今天2个第一次虽然失败，但是第2次你们能调节，2个都通过了，这表示你们的能力。所以我的决定是你们能够。谢谢。2位小朋友有这样对时间的一个掌控能力，我觉得是非常特别有趣的。可是如果说到进入荣誉殿堂，我觉得可能还有提升的空间。所以我对于你们能不能进入挑战殿堂，我的答案是不能。谢谢。能否进入荣誉殿堂，它有几个判断。首先是挑战项目的难度，其次是挑战项目的创新度，第3，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挑战者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代价，时间、精力、勇气、担当，可能在这些方面呢，你们略微要弱一些。所以我觉得进不进入荣誉殿堂对你们来讲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凭借你们的这种兴趣去带领着你们成为更好的人，是最重要的。祝福你们。但是我很抱歉地说，对于能否进入荣誉殿堂，我的回答是不能。谢谢。再次感谢文星宇和许一鸣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们今天的精彩表现，谢谢你们，加油，加油，加油！
时间前进的脚步从不停留，但是今天文星宇和许一鸣对时间的精准把控能力却让我们惊叹。虽然没能进入荣誉殿堂，但是我们希望在未来，他们能够用自己的特殊能力驾驭时间，善用时间，去创造更多的成绩，挑战更多的不可能。拿出手机摇一摇，参与节目互动，积攒挑战勋章，一大波奖品等你来拿。据说，接下来的这个挑战项目是挑战不可能3季以来最大型、最具分量的挑战。我们一起到场外现场去见识一下这个大型挑战。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百克力。那今天呢，我是来到了有着中国工程机械之都美称的徐州。那我身后的大工厂呢，就是我们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那在这里，每年有超过15000辆的起重机从这里走出去，开向全世界。今天我们将会和徐工集团的职工们在这里一起见证挑战不可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挑战者出场。这没有多大型嘛，这小车呀出来的这个。你好，嗨，大家好，我叫李哥，来自江苏徐沟，我是徐工重型的一名超大型机械起重机调试员。起重机调试员的工作是不是说，只要是咱们的起重机要走向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得经过您的手来调一番？是的，基本上所有的起重机都应该经过我的手才能出厂。您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多少年了？我是95年进厂，至今已经22年。22年的一位岗位能手能够站到这个位置上，一定是技能卓越。那今天咱们要完成怎么样的挑战？今天我将完成一项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超大型机械的精准操控的挑战。从来没有人做过，那咱们一块儿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挑战规则：我们的挑战者李哥要坐进重达430吨、高达73米的重型起重机，吊起前面65吨的中型起重机，再用这个中型起重机吊起12吨的小型起重机，用这个小型起重机垒起一个20米高的平台，最后要把这个小型起重机放在这个平台的顶端，等4个钩全部脱掉之后，保持10秒不动，才算是挑战成功。我们的挑战者一共会有2次的挑战机会。可能吗？必须可能，因为这是我的主场，我就要挑战它的不可能。太棒了！起重机吊着起重机。李哥，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祝你好运。好，加油，加油，请。哇，这个项目的难度呢，体现在它是3连吊，我能控制的只是控制的一个最大的吊车，而中吊和小吊完全用软连接性质的一个吊索具连接，因此它受外界因素影响比较大。出现风速超过每秒5米的时候，中吊和小吊就存在有倾翻的危险。第二点，小吊车打开以后，它和平台的面积几乎是一样的，因此这个小吊车在上面允许我精准调控的范围就特别小。它这个科学的原理解释很容易，但是在实际操作太困难了。在中型吊车上面一直有一个风速的监测仪，一旦风速超过了临界点，我们的挑战就会终止。我们一定是安全第一。李哥，现在情况怎么样？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挑战开始。今天的挑战堪称是世界级的机械工程的挑战，不光考验的是吊车驾驶员精准操控的极限能力，同时也是对中国制造的大型机械的一次考验。只有人与机械都完美发挥，才可能完成这样高难度的挑战。我们现在看到最小的12吨的吊车已经开始缓缓地离开地面了。哇！它这个是大型的仪器，万一车子翻过来，它就没有办法再给它翻回去。由于受到操作精准度和风速的影响，
吊车的平衡性很难掌控，所以在大吊车内设置了可以监测到中吊车在空中的前后水平位置的监控画面，并设有安全值 1.8 度。当中吊车的倾斜度超过 1.8 时，就有倾覆的风险。所以，一旦水平监测的报警灯报警，挑战将会暂停。现在李哥的难点是他要在35米的距离开外看一个10公分宽的一个挂钩的距离。哦，他要在空中把这个挂钩勾上。我们要知道，他现在的这个长度是2个篮球场的长度，也就是说，他要在篮球场的那一面投一个准确的超远距离的3分球，要抓紧那个吊钩，这是一个非常难度大的一个动作。他在这个环境底下操作仪器，他在摆动跟灵敏度一小小的差误就会失误。你现在看到吊钩已经吊起来了，但现在挂钩怎么样能够准确地挂在那个黄色的钩架上？对呀，我也想。红色的，红色的挨到了。哇！风太大了。刚才挨到了又走了。我到现在其实才能看明白，究竟这3台吊车是怎么运作的。它完全就是根据吊绳儿一个吊一个，太难了。哇，好像是勾上了。哎呀！漂亮！现在风速非常大，它能够在这个风速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准确的找到这个位置，如果现在能够起来，就说明它勾上了。勾上了，起来了，第一个架子起来了。由于我们现场的连接全部都是软连接，从外行来看，我觉得找到把它勾上是一个难点，但是更难的点是怎么样把这个架子平稳地放在另外一个架子的上面。那现在李哥呢已经把这个模块吊向我们的基座，这是我们的第1个模块基座。现在我们要把这个2吨的模块搭在这个基座的上面，模块和基座最窄的连接处只有10公分。现场能够看到风特别大，12吨的吊车吹得左右摇摆了，这个小吊车有点危险。小吊车和吊装物，它们中间呢是通过吊索具是软连接，风把这个8吨车先吹动，通过那个吊索具，它有个滞后的回转，所以这时候会产生一个左右摆动。摆动量如果加剧的过大的话，它就能影响到我们那个中吊车。一旦它的这个80吨那个中吊车倾斜到一定的角度的时候，我在大吊车里边是几乎是完全不可以控制的。由于每2个吊车都是用钢索连接，当风速加快时，小吊车的晃动会通过钢索直接影响到中吊车的平衡，甚至会有导致整个吊车倾翻的危险。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李哥能克服障碍，完成挑战吗？就是在整个过程中呢，我始终控制它的这个回转速度，还有包括我起升的速度，这样呢，通过速度的调整，然后使这个整个重物是一个水平的均匀的匀速的运动，就是对接成功的可靠性会极大提升。Yes， 对接成功。现在我们第1个模块和基座已经对接成功，加油，李哥，加油！体力消耗非常大，还是挺难的。第1个模块，挑战者用了1个小时才最终对接成功。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挑战者小心翼翼地完成了第2个和第3个模块的搭建。此时，挑战者顺利完成了3个基础模块的搭建。接下来将是最后一块
最大的圆盘模块的搭建了。然而，之前长达2个多小时全神贯注的精准操控，消耗了挑战者大量的精力和体能。他还能坚持到底，完成挑战吗？现在3个模块已经全部搭好，李哥要吊最后一个平台。现在最后一个平台是成功的吊上了，然后开始慢慢的移动。但是由于平台它要比模块宽很多，所以这个平面移动要非常的缓慢，因为稍微一快的话就会晃动的非常剧烈。它这个重心啊很不好掌握。现在整个平台就像是一个在海面上漂浮的海上浮台一样。当时我们搭第3个模块的时候，挑战者的位置已经是完全的盲区，而现在的这个平台依然是处于盲区的地位。当这个平台升到最高空的时候，我们的李哥驾驶室距离这个平台的距离是45米。那现在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地面的风又起来了，我们能够看到红旗现在已经完全飘起来了。然后小吊车是不断的在摆，李哥一直在用慢速来控制住它的平衡。现在圆台已经慢慢的要往下落，难道李哥已经平台晃动的依然非常剧烈？他现在还是凭着之前操作的一些本能来让它对接，非常难的一个步骤。呀！啊！报警了！警报灯在亮。李哥，现在什么情况？为什么车上的警报灯会亮？主持人，现在车辆有点问题，纵向的水平超标了。主要还是太疲劳，因为从早上开始进入机器，一直到吊平台这个标接的时候，始终在机器里边，整个身心呢都比较疲劳。然后呢，这时候在控制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长时间的精准操控，消耗了挑战者大量的精力、眼力和体能，导致挑战者在疲劳操作的状态下出现了失误。吊车的平衡偏移了安全数值1.8，有了前倾的危险。在经过一段时间仔细观察和分析后，李哥继续进行挑战。他能完成最后的一步，挑战成功吗？酝酿一下，不打扰。加油！继续加油！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下了。加油，李哥，加油！现在还有着倾斜的危险。好的，白色消失了，又出来了，还是在沉浮。现在白色的一直在晃，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白色，还没有完全安全。往下一点点，白色的现在消失了。好的，圆形平台现在已经算是安全放上去了。经过3个多小时的精准操控，李哥终于完成了基础平台的搭建。接下来，他进行挑战的最后一步。好的，现在李哥已经开始把最小的起重机放在这个平台上。这个有多难呢？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并不是说把起重机的轮胎放在这个平台上，而是把起重机的4个支架放在平台上。这支架的距离是4.7米，所以徐工也是做了一个4.7米直径的一个平台，圆形的平台。但是车的长度又有8米，所以说肯定会有重心不稳的情况。其实到这一步，我们的心里也是非常的紧张，因为在之前的训练当中，李哥是从来没有在20米这样的高度成功的把一个起重机放在平台上。现在4个支点已经慢慢接近圆形的平台，要找准每一个支点和圆形平台的一个平稳的一个接触面积。如果有任何一个地方不稳，可能就会有危险。所以他这个完全要非常的小心和精准。平台已经和4个接触点已经接触上了，现场要脱钩了。
现在2个钩已经脱掉了，还有2个钩没有脱掉。等4个钩全部脱掉之后，保持10秒，挑战成功。哎呀！放最后一个小雕的时候，脱钩没有完成，老是有一个脱钩和它不能很顺利的松开，因为这个雕钩啊和这个雕绳在我们这个长时间雕装过程中受力以后呢，它和它有一定的粘合，在脱钩的时候没有完全顺利脱开，所有的困难都克服了，就最后一钩了，心情特别烦。等4个钩全部脱掉之后，保持10秒，挑战成功。现在4个钩已经完全脱开了，让我们一起来倒计时10秒，10、9、8、7、6、5、4、3、2、1，挑战成功！今天我们在现场花了4个小时的时间来见证世界级的机械工程的挑战极限。那同时我们在现场也感受到了大国之重器、大国之工匠。李师傅，你成功了，恭喜你！我只想长出一口气，挑战成功！哇！3个起重机，大着吊着中着，中着吊着小的，小的还要完成一个吊装，最后还要把小起重机放到平台上，谁才能完成这样一种难度的挑战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了不起的挑战者李哥出场。大家好，大家好，李哥。您好，您好，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您好，您好，师傅您好，阿姨您好，您好，大家好，我叫李哥，来自江苏徐沟，是徐沟一名起重机调试员。大家好，我叫李宗九，今年73岁。哇！大家好，我叫朱怀，今年68岁。这2位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欢迎欢迎欢迎。叔叔，您的工作跟这个有关吗？我也是劳试车员。其实我爸、我妈、我姐、我姐夫，我们一家都是起工的。我爷爷当时是建国初期我们国家第一批8级工，当时人称是老8级。8级工就当时工人技术最高水平，最高级别了。对。你今天这样一个挑战，除了在规模上的震撼之外，我相信一定也是有它的用意的。是的，其实这一次挑战。我不光是挑战我自己的不可能，更要向世界证明我们工程机业是世界最一流的。那你这次在挑战过程当中用到的这个1200吨的起重机，现在它的性能在全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这台1200起重机，它所有的性能已经完全赶超德国的利伯哈尔的起重机，是现在最一流的。好棒！前不久呢，总书记到我们公司去视察，我们还向总书记介绍了很多我们生产制造的工程机械。当介绍到其中一台，就是我们去年我们同事参加挑战不可能爬墙节目使用的那台设备的时候，总书记特别亲切地笑了笑说：“这个我知道。”当时在场的所有同事都特别惊讶，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总书记原来是一直这么关注我们工程机械制造业，让我们当时特别的激动。当时我们同事互相纷纷表示，
以后我们只有用更好的、更努力、更踏实的工作，才能不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这份关注。我们都说，今天的中国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梦想实现的过程当中，离不开每一个中国人所付出的努力。就像你们这个家庭，爷孙三人都渴望着做出世界上最好的产品，这样的一种工人的梦想，最后汇聚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国家的大国之梦。而且你们祖孙三代也很好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不忘初心啊！所以对于你们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我们4位的决定是能。有请李哥带着爸爸妈妈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一家3代人在中国大型机械制造的领域兢兢业业地坚守着本职工作，用精湛的技艺为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飞速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正是有了李哥这样无数基层工人，才成就了中国制造今天在国际上一流的地位。李哥的挑战不可能，不仅仅是他个人精湛操控技艺的极致展现，也是中国制造机械的一次不可能的挑战。让我们欢迎李哥进入荣誉殿堂。挑战不可能节目同名书籍已经正式上线，拿出手机参与微信摇一摇，就有机会获得节目同名书籍折扣券。欢迎登录微博参与挑战不可能话题互动。感谢扎克新闻客户端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